美女老师刚准备开门，就被别人从身后抱住，一股不明液体注入全身，没有想象的疼痛，取而代之的是诡异的微笑。凶手在他身边放了一个时钟，看着女人的生命一点点流逝，他有一种别样的满足感。正当他欣赏自己的杰作时，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正是警员冷冰。他看了看地上的鱼以及门上的钥匙，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，拿着枪进入房间，刚准备打开卧室的门，凶手就一刀刺中他的肩膀。看着对方一步步的逼近，举着枪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，对方竟然直接握住他的手，把枪顶在自己的头上。冷冰彻底等冷冰醒来，凶手已经逃之夭夭。他赶紧冲出房间，发现同事已经死亡，随后大量警员赶到，将同事的尸体抬走。正是警方接到报案后10分钟左右，初步断定报案人就是凶手本人。对方居然这般明目张胆的挑衅。从电话亭老板口中得知，凶手身高1.8米左右，右手有明显的烫伤痕迹。另外一边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冷冰，通过自己模糊的记忆，画出了那个闹钟。他回到警局，准备将这件事汇报给队长。他看到了案发现场的那个男孩，男孩却死死地盯着冷冰。他叫夏木，是被害者的学生。其实案发时，夏木就躲在房间对面的阁楼里。他亲眼看见冷冰拿着枪走进房间，随后又看见凶手完好无损地离开这里。他痛恨冷冰放走了凶手。冷冰在医院找到了夏木，夏木根本不敢靠近他。他质问冷冰为什么不开枪杀死坏人。小金叔叔，只有我见过他那双眼睛，只有我跟你保证，我会亲手抓他。当晚，警方在公交车上发现了作案工具，经过比对，上面的血迹与6名受害者一致。警方发布大量通缉令，然而这通缉令一发就是17年，眨眼间17年过去了，微笑杀人案依旧没有破案。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也长大成人，他再一次来到重案队门前，而这一次却是以警察的身份。一个凶案现场的目击者，还是受害者的学生，过了这么多年，偏偏就选择警察这份职业。他就专门调到了咱们海州市重案队，你就不担心他是带着恨奔着海州案来的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担心这一点，所以当他说要去重案队，我反而放心，因为有你能看着他。就这样，夏木成功加入重案队。当天下班，夏木故意在路边等着冷冰，他却以打不着车为理由坐上了冷冰的车。冷冰问他去哪里，他说要去小时候上学的地方。刚来到这里，夏木就询问冷冰，当年他老师走的时候痛苦吗？冷冰没有正面回答，却借机试探夏木，说能帮他调查微笑杀人案。可是夏木却以规避条令拒绝了。冷冰将此事汇报给了领导，领导也告诉他，夏木在学校期间面试和心理测试都一切正常，是真正的品学兼优。回到家中，他砸开了自己封闭多年的房间，看着墙上的微笑杀人案，他陷入沉思。另外一边，领导接到审评电话，上面决定重启微笑杀人案。然而夏木嘴上说着不用调查，实际上3年前，一只小狗被车撞死，肇事司机扔下一叠钱后却扬长而去。当晚他的车就燃起大火，放火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狗的主人肖华军。而今晚他却坠楼身亡，现场的脚印和虐狗案非常相似。回到警局后，他们对案情进行分析，尸体外表没有任何外力，也没有抵抗伤，应该判断是他自己坠楼死亡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他是加速跳到这儿的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坠楼位置在这儿，如果有外力推的话，应该在这儿。只有是自己加速，他才能落到这个地方。法医认定肖华军就是自己选择跳楼的。随后众人来到技术科，在肖家发现的狗毛与案发现场死狗身上的毛发匹配，电击棒和绳索都已经做过了痕迹比对，跟受害人马玉身上的电击伤以及手脚颈部的勒痕一致。工具上面也检测出了马玉和肖华军的指纹和 DNA， 毫无疑问，这2样就是凶器。他们还播放了肖华军临死前的报警电话。大部分警员认为肖华军就是畏罪自杀。领导决定，既然凶手已经自杀，那就向上级申请终止调查。此时夏木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冷冰拦住。其实冷冰也觉得案件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于是他让小刘去把肖华军父亲意外坠楼的案件找出来。看了当年的案件后，他们果然发现了问题，上面写着肖华军亲眼看见父亲喝多了酒坠楼身亡，然而他的笔录却通顺流畅。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来讲，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会这么淡定。冷冰夏木再次来到肖华军家里，他们了解到母子2人一直在被父亲家暴。女人回忆，她丈夫出事当晚，肖华军回来的很晚，好像还在背一篇课文。经过调查，他们认为肖华军的口供一定是有人给他写的。
于是便再次找到沈宇，还把他带到萧华军坠楼的地方。冷冰不断给他讲萧华军出事的过程，还说他的父亲也是死在这。夏木则在一旁偷偷拍照。此时沈宇陷入回忆当中。你还手啊，萧华军！你还手，不然你会被打死的。原来萧华军的父亲是被他意外推下去的，沈宇正是目击证人。冷冰还说萧华军一死，所有证据都表明他就是虐狗案的凶手。其实当晚沈宇也在场，而且他们还换了血，所以当时才会出现那样的脚印。而就在夏木跟丢沈宇的半个小时里，他确实来找了萧华军。可就在这时，萧华军突然出现幻觉，又看到父亲想要家暴他，结果他就自己从楼上跳了下去。看着眼前的尸体，沈宇戴上手套，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并把萧华军发给他的语音放给警方听。喂，110市中心。然而沈宇依旧想要狡辩。冷警官，你还是见识这种心理扭曲的人太少了，这些人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。第二天，沈宇刚洗完澡出来，发现家里居然多了一个箱子。学过法医的他非常谨慎，他戴上手套，仔细检查整个箱子后才放心打开，里面装了一张贺卡和一个起瓶器，而这个起瓶器正是当年微笑杀人案中凶手从夏木老师家拿走的。这是通缉犯的特征竟然跟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。他在家等了整整1夜，等来的却只有2封信。他便来到父亲工作的医院，声称他爸病了，他来帮忙取东西。他用书包取走了有关父亲的东西，擦掉了父亲所有的指纹，又以借书为理由来到档案室，将父亲所有的档案装进垃圾袋里，顺着窗口扔了出去。因为医院都知道她是沈医生的女儿，所以并没有人怀疑她。最后又给父亲请了长假。眨眼间17年过去了，她变成了像赵丽颖一样漂亮的女人。她叫沈宇。这17年来，她一直在调查自己父亲失踪的原因。她总觉得自己的父亲就在身边，因为她每年生日都会收到一个箱子，里面都会装着一张贺卡和一个礼物。她找到自己的黑客朋友，查到了当年微笑杀人案的目击证人。她想知道当年的凶手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父亲。这个目击证人就是现在重案队的夏木。她深知夏木有严重的创伤应激障碍，于是找到夏木之前的心理医生，了解他当年的病情，诱发了他童年的创伤。听了对方的话，沈宇还是决定继续调查下去。从对方口中得知，夏木曾经在湿地保护站待过一段时间，于是他便来到了这里。有人吗？你找谁啊？夏木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二人发生争吵，随后男人推了女人一下，结果女人就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。男人被带到警局，审讯过程中，冷冰突然看到了男人的手，便质问他的手是怎么回事。对方回答是自己不小心烫的。夏木也在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幕。随后法医找到冷冰，告诉他药店的女人是突发心梗，跟嫌疑人何伟光没有关系。于是冷冰只能将他释放。但是夏木不甘心，他再次找到何伟光，声称自己的朋友开了家网店，卖的都是一些工作服，想找他帮忙做模特宣传一下，只要他帮忙，就把这套工作服送给他。听到有便宜可以占，他便答应下来。正当他进屋换衣服时，冷冰也来到这里，夏木赶紧藏了起来，而冷冰刚好赶上何伟光换好衣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一群人突然冲了进来，幸好冷冰及时亮出证件，对方才放下手中的武器。原来这群人是药店那个女人的家属。警方赶到后带走了所有人。这时冷冰发现兜里的钥匙掉在地上，他让夏木帮忙捡一下。夏木把钥匙给他以后，二人便离开这里。果然当晚冷冰在领导办公室找到夏木，二人大吵了一架，幸好同事赶来制止了这一切。为了不让夏木继续犯错误，冷冰带他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冷冰的秘密。进入房间以后，夏木看到了微笑杀人案的所有线索，还看到了他老师以及其他受害者的衣装。冷冰从第一个受害者开始讲起，一直讲到最后一个，也就是2000年夏木老师被杀的那一次。得知自己老师被杀的时候很痛苦，夏木再也承受不住，他来到卫生间想要吃药，却想起了心理医生的话，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要想真正的治愈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。于是他又把药装进了盒里，他决定给老师复仇。沈宇经过了解得知，夏木的老爷被盗猎分子杀害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他新的刺激源，而且老爷的尸体一直没有火化。沈宇看着尸体，决定回去好好调查一下夏木。他带上夏木小时候的东西，准备回到海州市。刚刚回来，沈宇就接到一位患者，正是前几天的何伟光。随后沈宇对他进行简单的了解，原来经过前几天的事，何伟光每天都做噩梦，他现在就认为是他自己杀了那个女的。沈宇给他拿了一些助眠的药，让他先回去。等何伟光走了以后，他看着刚才的录像，有个大胆的想法在心里产生。您叫什么名字？何伟光。你的手怎么了？
随后他带着自己的黑客朋友来到了一家中介公司，直接在夏木家对面租了一个房子。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监控，准备24小时监控夏木。另外一边，夏木二人分头行动，冷冰去调查沈宇的父亲。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我把管片这20年内所有失踪人口档案都查了个遍，愣是没有沈海洋的资料。而夏木则找到当年小卖部老板，从他那得到了当年凶手报警用的电话。他带着电话来到一家修复老物件的店，从里面得到了很多电话号码。夏木尝试给每一个号码打电话，可他却浑然不知沈宇正在监控里盯着他。沈宇身后突然传来电话铃声，他从柜子里拿出当年的老电话。爸，是你吗？爸。夏木在家中晕倒，沈宇却用胶带封住门锁。他假装离开，等所有人走后，他又折返回来，戴上祖传的白手套，撕掉门锁上的胶带。他把夏木调查的所有证据拍摄下来，在地上看到了夏木掉落的手机，在里面找到了微笑杀人案的相关案件。紧接着又在最里面的房间看到了当年夏木老师夏金兰的死亡现场，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夏木突然从昏迷中惊醒，得知是自己邻居及时打了120。他赶紧回到家中，刚好赶上冷冰给他打电话，问他为什么还不来上班。夏木声称自己睡过头了，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发现门锁位置似乎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着急上班，并没有过多关注。另外一边，何伟光又找到沈宇治疗，在了解情况的时候，得知何伟光2000年9月1日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车祸，但是沈宇却把日期改成9月4日，并说是何伟光自己记错了。他不断给何伟光进行心理暗示。我去我们医院的资料里查过，你住院的时间是2000年9月4日。是的。就这样，何伟光被成功洗脑。随后，沈宇又对他进行第2轮治疗。我后面不明确，大声的念出来。26年了，大点声！26年了，人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不够。26年了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我不能控制自己去杀人，越痛苦我就越想杀人，越杀人我就越痛苦。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在地狱里受折磨。那些小鬼逼我吞下滚烫的炭块，把我钉在刀板上，我生不如死。我不想再受折磨了，求求你们抓住我，结束这一切，结束这一切呀！发泄过后，何伟光就昏睡过去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沈宇又给他开了一些药，要求他必须2个小时以后再吃，还要求他先在外面运动运动，吃完药以后再回家。同时声称，为了更好的治疗，整个治疗过程何伟光必须保密，还送给他一部手机，以后用这个手机联系。何伟光一看能白嫖一个手机，高兴地表示感谢。2个小时以后，他回到家中，发现电梯居然在维修，他只能爬楼梯上楼。可是等他进入房间以后，哎呀！海中日发生18起的任务。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写好了就去看第2条。我杀了他！看着何伟光疯狂的状态，沈宇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何伟光放松地躺在椅子上，这时他突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刚准备说出来，沈宇却说自己的摄像机坏了。于是他找来一个同事，何伟光开始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情。原来昨晚他被吓晕了，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在卫生间里，地上还有一把刀，而且他手上还多了2条伤痕。沈宇问他是自己划的吗？他却说不知道。这时沈宇故意看了一下手表，何伟光便想起来，昨晚有个闹钟一直在响，电视里还在不断播放被杀女人的名字，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叫什么。沈宇提醒他慢慢想，可他却有意无意地从一盆兰花旁边经过。夏金兰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叫夏金兰。夏金兰。就这样，沈宇成功把微笑杀人案的所有信息植入他的大脑。何伟光走后，同事提醒沈宇，他的病情太严重了，一定要把他转到大医院去。沈宇却装成担心患者的样子，其实同事根本不知道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。沈宇来到档案室，借口查看以前的病历，实际上他把有关何伟光的住院记录、日期全都改成9月4日，又把一些无法更改的东西偷了出来，进行销毁。回到家中，沈宇又一次收到父亲的包裹，里面赫然装着他小时候的手风琴，还有一个笔记本，里面居然记载了微笑杀人案的所有受害者。
甚至写着他们的死亡过程。笔记本中夹着一封信：亲爱的女儿，我知道你一直在等这一天，我也等了17年了。相信我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做完这件事，我和你将永远在一起。爱你的爸爸。看完信以后，他在笔记本中看到了下一位受害者，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来到夏木家对面，拆掉了所有监控，随后找到他的黑客朋友，让他把所有数据删除。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虽然嘴上说着到此为止，可是几天后，城市的某个小区内，芭蕾舞演员被人谋杀，他被泡在水中整整1夜，全身的血液都被放干，左手腕被割开，右手臂一个针孔，后颈一个针孔，而且面带笑容，又是一起微笑杀人案。警方将死者抬出浴缸，冷冰却在水中看到一个闹钟，这正是17年前夏金兰被杀时的那个。冷冰意识到，凶手时隔17年再次出现，他们还在死者的食道内发现了一个储存卡。而另外一边的夏木，因为病情已经被停职，他打电话给冷冰，从冷冰口中得知凶手再次出现。他一直怀疑沈宇的父亲就是凶手，所以他打算跟踪沈宇。刚刚来到他家楼下，就看到他准备离开，而且还在路边看到一个男人上了他的车。夏木赶紧坐上出租车追了上去，这一幕刚好被重案队的同事看到，于是他们一起跟踪沈宇。可就在此时，沈宇的车突然刹车失灵，直接撞在路边的路灯上，沈宇当场昏迷，而那个男人却撞飞出去。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何伟光。警方在何伟光的背包里发现了大量微笑杀人案的物品，所有物品上都有当年被害者的基因，还有何伟光的指纹，而且死者食道内的那个储存卡里有一段录音。我不想再受折磨了，求求你们抓住我，结束这一切，结束这一切呀！经过比对，声音没有经过处理，就是何伟光的。冷冰认为何伟光一定是被人陷害的，因为凶手跑了17年，一点线索没有。可这次出现，却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何伟光。冷冰来到医院，想要了解一下何伟光的情况，医生却说他的命保住了，但是醒过来很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。无奈之下，冷冰只能选择暂时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被沈宇的同事叫住，他给冷冰看了一段监控视频。他叫夏金兰，对，夏金兰。这正是何伟光找沈宇治疗时录下来。冷冰很疑惑，如果是有人想要陷害何伟光，可他是怎么知道夏金兰的名字？冷冰找到夏木，两人讨论了一下案情。此时夏木说，有一天他在家中晕倒，回到家中却发现有人去过他家，很有可能就是沈宇。其实那天沈宇在地上得到了夏金兰的血液，回到家以后，他把这些年爸爸给他的礼物全都在血液上处理了一遍。他们推测那个芭蕾舞演员很有可能就是沈宇杀害的，通过这种方式将微笑杀人案栽赃给何伟光。可是他们却想不通，何伟光怎么会知道夏金兰这个名字？夏木说很有可能是被沈宇催眠了。冷冰来到何伟光家中调查，然而他的家里却一切正常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冷冰听到电梯到达的提示音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没有选择乘坐电梯，而是顺着楼梯走到了8楼。他敲响楼下的门，表明身份后便进屋调查。这个房间的格局居然跟何伟光家里的一模一样，还从这个住户口中得知，他们也是刚搬进来，上一个租户是一个女的，给了房东很多钱，却只租了1个星期。原来那天沈宇让何伟光出去锻炼2个小时再回家，就是为了提前回来布置现场。他给何伟光的药也不是正常的药品，把电梯伪装成故障，就是为了让何伟光爬楼梯，加快血液循环，促进药物的吸收。一切都说通了，可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何伟光是被沈宇陷害的，案件再次变得毫无头绪。此时冷冰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们在车祸中得到了沈宇的基因数据，他们将沈宇的基因在全国数据库中对比，最终还真让他们排查到一个人，这个人跟沈宇的亲子关系达到99%，很有可能就是他父亲沈海洋。可当冷冰看到这个人时，他却彻底傻了。警方在森林中发现一具尸骨，初步断定死亡时间超过10年以上。在死者周围发现一个注射器，还有一张公交车票。通过基因对比，这具尸体就是沈海洋。警方对那张车票进行复原，发现是17年前的300路公交。他们还在尸骨上发现麻醉和肌松药的残留，明显他也是被微笑杀人案的凶手所杀。冷冰推测，不单单何伟光是替罪羊，沈宇也是一个提线木偶，一直在被凶手操控。另外一边，沈宇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亡。此时他收到一条短信。你穿白大褂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玩游戏扮医生的样子。他拼命寻找父亲的身影，一直追到医院门口。他接到一个电话：“喂，爸，你在哪？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
不管他怎么呼喊，电话对面都不再有回应。刚刚回到医院，警方就找到这里。他们把沈宇带到警局，可当他看到修复泥像时，他不知所措。看到照片里的尸骨，他崩溃了，跑到卫生间大哭起来。等他冷静后，冷冰跟他说了当年的事情。当年夏金兰被杀时，就是沈海洋报的警，因为他穿的衣服和凶手高度相似，他们才把沈海洋当成凶手。所以从那开始，他们的方向就是错的。凶手的右手根本没有烫伤。冷冰质问沈宇，最后那个被杀死的芭蕾舞演员究竟是不是何伟光杀的？然而沈宇的回答还是不知道。当晚，警方调查到了沈宇小时候的经历。这是一起伤害案。2002年，有几个小混混在学校门口被打，被脱光了衣服装在麻袋里。你看一下，这都有照片。事后警方调查发现，3个人都被装有麻醉剂的注射器给炸晕了。在这3个小混混被炸晕毒打之前，刚刚勒索过沈宇。原来一直有人在暗中保护沈宇，而这个人根本不是他的父亲。另外一边，沈宇拿出父亲留下的唯一一本书，看着上面的字迹，跟他这些年来收到的信相比，字迹完全不同。沈宇意识到，这些年在他身边的不是父亲，而是那个凶手。他看着这个字迹，突然回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。爸爸，福山泉是谁呀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我看好多借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，我看过的书他都看过。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听话，忘了这个名字，永远别再提。我现在有生命危险，我请求刑警队对我进行保护。沈宇从父亲的同事口中得知，在他出生之前，有一个叫胡山泉的精神病患者来到医院。沈宇的父亲正是他的主治医师。父亲将他治好以后，看他可怜，就把他留在医院。后来他学会了注射，还学会了摄影。原本事情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自从沈宇出生以后，胡山泉的行为开始变得诡异。他总是喜欢抱着沈宇。沈海洋把沈宇抱走，他还显得特别不高兴。后来沈海洋担心他伤害女儿，就把他从医院赶走了。从此胡山泉再无音讯，一直到2000年沈海洋失踪，沈宇总是觉得身边有人在监视他。放学回家，衣服掉在地上，等他从屋里出来，衣服却在沙发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有人给他盖被子，所以沈宇才认为父亲一直在身边。得知胡山泉会摄影以后，警方在受害者生前的照片中找到线索。他们发现照片都是长焦镜头拍摄的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种镜头是非常贵的，一般人根本买不起。于是警方对300路公交车沿途的照相馆进行排查，最终查到了一家叫红光照相馆的老店。然而照相馆的老板已经死了。从他儿子的口中得知，他父亲留下了很多以前的照片。冷冰在这些照片里看到了夏金兰的名字，还有其他受害者的照片。据了解，这些照片都是当年的一个员工照的。回到警局以后，他们把照片上的字迹与沈宇收到那个笔记本的字迹对比，确认凶手就是胡山泉。照相馆老板的儿子开始回忆那个员工的长相，警方也画出了人物画像。听了对方的描述，冷冰也想起当年凶手的眼神。随后，警方对沈宇进行24小时监控，因为他们知道胡山泉一定还会联系沈宇。一直到这天，一个老头给沈宇发了一条短信，沈宇收到短信后，直接掉头前往这个地方。警察也紧随其后。到达目的地以后，警方在现场布置了大量便衣，还隐藏了2个狙击手。然而就在胡山泉带着花准备进入商场时，他就好像突然意识到了危险一样，直接把花放在地上转身离开了。随后警方调取了周边所有监控，只在花店里看到了他的身影，发现他的箱子放在了花店，而且他的面包车也停在路边。回到警局后，他们在胡山泉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个相册。胡山泉把沈海洋所有的照片都被他换成了自己的头像。警方意识到胡山泉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。冷冰看到他面包车的泥土，推断胡山泉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很破旧的小区。随后警方在沈宇家5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，终于在一个破烂的小区找到了胡山泉的线索。大量特警赶到这里，他们破门而入，房间里却空无一人。冷冰在墙上的红布后面发现一个暗门，冲进去以后，里面全都是沈宇的照片。然而胡山泉却不知去向。其实胡山泉根本没有回家，而是来到了当年的那个医院，如今已经在拆迁了。他回想起以前的经历。我叫胡山泉，村里的人都管我叫杂种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。我跟姥姥姥爷在一起长大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小时候跟你一样，总被人欺负。不过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所以你跟着我，以后就跟我一样啊。老头儿，你怎么睡这儿？这是我们饭店后门啊！这是。能帮我给我女儿打个电话吗？
饭店给沈宇打来电话，声称他爸在这里。他立刻反应过来，那个人一定是胡山泉。他带上一把剪刀，给夏木发了短信。冷冰同时接到夏木的通知，随后三人都来到这里。刚刚走进饭店，沈宇就看到了菜品上的自己。他来到一个大厅，这时一个男人从身后走来，正是胡山泉。看着眼前的杀父仇人，沈宇强忍着内心的怒火，而胡山泉还在自称自己是沈宇的父亲。沈宇从包里拿出剪刀，是你杀了我爸爸。这时大量警察赶到这里，胡山泉开始逃跑，沈宇也紧随其后。刚跑出大厅，就遇到了冷冰和夏木。他转身往回跑，直接将沈宇挟持。胡山泉，放开沈宇，让我走！时隔17年，冷冰这一枪终于打了出去。在这一刻，三人同时陷入沉默。胡山泉被带到警局，警员让他交代自己杀人的过程，可是他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。冷冰将微笑杀人案所有受害者放在他面前，然而他依旧说自己不记得。冷冰用手指顶在他的额头，问胡山泉能不能想起来他是谁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，你是那个小警察。这一刻，他想起了一切。他说被他杀害的那些女人都喜欢他，他认为自己跟这些女人是一家人。可是后来这些女人都背叛了他。还有这个胡芳芳、林海云、张平，还有夏金兰，他们接二连三的背叛了。他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前夫，我们准备复婚了。他是我爱人。我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为什么要背叛？他们为什么要找男人？他们背着我跟别的男人结婚，所以我必须杀了他。胡山泉最终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。冷冰将他认罪的事情告诉了沈宇。他问胡山泉为什么要杀他爸爸。原来当年沈海洋担心胡山泉伤害沈宇，所以沈海洋一直在监视他。这天他刚好看见胡山泉从夏金兰家离开，他一路跟踪到照相馆，但他不知道胡山泉早就发现他了。我其实就这么一个人，我就是想跟小雨生在一块儿。我把你杀了，我就能跟他在一起了。就这样，他成功代替了沈海洋，最终胡山泉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被告人胡山泉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传授犯罪方法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。而沈宇也因为伪造证据诬陷何伟光杀人，被判入狱。夏木告诉沈宇，何伟光已经从昏迷中醒来。他问沈宇后悔吗？得到的回答却是：我解脱了，太累了。冷冰来到当年牺牲警员的墓前，向他敬了一个礼，又来到师傅墓前，给师傅也敬了一个礼。他终于破获微笑杀人案，完成了师傅临终前的遗愿。